家好，继昨天出去试着骑行啊，主要是试了一下这个车修了链条以后的感觉啊，一切正常，而且比以前好使了。主要呢就是它在爬坡的时候啊，就没有感觉那种比较松松垮垮的感觉，骑起来呢比较紧实，使得上劲。第二个测试的呢，就是我的相机啊，就是之前我拍视频的时候呢，就是傻瓜的拍法，每次呢我就架在我的车前，就这么拍就好了。那回来的话呢，如果我要是把它转出来啊，虽然会花一些时间，但是呢，也就是你调整一个方向，它就一直可以给你导出来。但是呢，从前几天开始吧，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导视频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啊，就是你拍的这个视频，你镜头对着地方呢，它就会不停地换方向。就比方说吧，你原来明明是对准自己拍的，结果呢，他拍着拍着以后啊，你的人就跑偏了。特别是你在转方向的时候啊，就比方你骑车，你右拐或者左拐的时候呢，他就守不住了，就肯定会跑出你这个镜头看得见的地方啊。然后什么时候呢，他可能又给你转回来了，就非常困惑。虽然呢，利用这个软件啊，也可以做某种调整，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片子比较长的话，那这种调整的话呢，就非常费劲了。就是你要每过几秒，反正不能超过几十秒吧，你就得把它调整回来。否则的话呢，你导出来的视频呢，就一会儿就偏到这里，一会儿偏到那里的。虽然我昨天已经把我的这个摄像机呢进行了重启，就恢复了它的出厂设置，但是我试了一下以后回去还是老毛病，就不知道是为什么。然后昨天导出来以后呢，我又在网上学习了一下，就是这个360相机全景的拍摄的相机里面呢，它有一个叫陀螺仪的。据说呢，如果陀螺仪它发生了一些错误的话，它也会造成就是你的视频的一个水平偏移等等啊。然后呢，我又根据网上网友的介绍，重新设置了一下这个陀螺仪，但是不知道效果如何。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又在村里再试着骑一下。当然我今天可能就骑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啊，因为我想尽快回去再到电脑上去看一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就解决了问题，还是照样是存在这样的偏移的问题。就我不知道网上有没有懂的朋友啊，就他们在使用这种360全景相机的时候呢，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也不知道到底是设定的问题，还是哪个地方误触了某些不应该打开的功能，还是说它本来也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要拍比较短的话呢，都不是个问题啊。就是你在后期导出的时候呢，你只是在网上进行某些调整，因为它本身就360度拍出来的一个画面啊，就允许你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呢，随意的来进行某种调整。就是你说，哎，我左边看见什么，你也可以把它调到左边。你说我头顶上发现了什么，
它就可以把它调到头顶上，它本来就允许你这样的调整。但是呢，我希望就是说，你想调整的时候来调整，你不想调整的时候呢，它就保持你眼前啊一直可以看到的这个风景，或者是你对着自己的时候呢，因为你在讲话嘛，它不要随便就跑偏了。它现在呢，主要的问题就是它骑着骑着啊，拍着拍着呢，它就跑偏了，它就对不准了。我现在骑行的这部旧单车呢，它只有3档变速啊，就是3档的内变速。也就是说呢，它可调的这个档数啊是非常有限的。而我新买的那台呢，就是6变速，就是所谓的内3外2。这样的话呢，你就应对这种坡啊，根据这个坡度大小呢，就有更多的选择。但平时呢，我真的应该感觉这种几档变速应该也没什么鬼用吧，所以我也很少去调整这些档位啊。但是昨天我在东义路看到一条马路啊，它有个比较大的坡，我一时兴起呢，就想着骑上去。结果我就把档呢调到了第3档，也就是最慢的一档吧。结果出乎我的意料啊，平时我应该骑不上去的一个坡，因为调了这样的档以后呢，我非常顺利，或者说比较轻松的就骑了上去，骑到了坡顶，就感觉其实这个档位还是有点用。尤其是我现骑的这个车呢，就以前真的链条可能太长了，所以呢，每次骑行的时候呢，有点松，然后你在折叠车把它折起来或者打开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链条松脱这样的情况。那我昨天试了一下，我一路骑到了坡顶啊，就感觉骑起来使得上劲啊，就是这个链条现在绷得比较紧吧。而且现在基本上你在把单车折起来停放的时候，或者呢你打开车开始骑行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没有出现那种链条松脱这样的情况。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链条结了2节以后啊，绷得更紧了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蛮好的。现在呢，我在祈福湖边上啊，环湖骑行。因为这个湖呢，它有些弯道啊。这之前呢，我就是把它固定到一个方向以后啊，就这个片子很容易导出来啊，就它不会跑掉。但是呢，我昨天因为骑到很多地方啊，也有很多的弯道，或者说要拐弯，结果它就守不住了。那我今天再来尝试一下吧。现在呢，我骑到祈福湖边上的一个小坡，那我没有变档，因为这边呢不变档，我一般都能爬得上去。
天气好了，大家又出来洗车了。还是很轻松的就爬上了这个大坡。现在呢，我把自拍杆升高一点啊，就如果说降的比较低的话呢，它这个镜头啊，拍你自己的时候就是上仰的角度。如果你升的稍微高一些，就会跟你的脸呢比较平齐，这角度就会好一些。但是你这个自拍杆升的太高呢，我总觉得它受力就会比较大，它对这个架子，就那个支架可能就会产生比较大的一种压力啊。我有时候就怕这个架子撑不住，它突然就会断了。所以在可能情况底下呢，我也不愿意把这个杆升得太高。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自行车的车把上把一个自拍杆升得很高的话呢，就会比较吸引在你身边经过的人或者骑行的人的目光了。就大家觉得你插了一个什么玩意呢？是一个监视器吗？还是一个什么信号器？就会被很多人问过。当然了，很多人大还是知道的，这就是一个摄像机。但是大家对这样的骑行还装着这么一个摄像机，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但是有时候我忘了啊，如果把它放得比较低的话，因为角度的原因啊，就拍出来就感觉这个人呢就会下面大上面小，就那种感觉也不是特别好。就今天趁着在村里骑行呢，我就调一调我这个杆子，看看这个延长杆呢，我再把它升高一点点啊，看看截出来的画面会是怎么样的。但是呢，也仅限在村里骑行推荐。到外面骑呢，我觉得还是把它放得低一点啊，因为在马路上骑呢速度比较快啊，而且真的周围的眼光，我觉得也是要顾及一下吧。好了，今天呢我就在村里啊，就是转一个圈，只是试拍一下而已。现在呢，我向住所的方向骑回去啊，看看尽快把它去在电脑上导出来，是不是跟昨天感觉没有变化，还是有新的发现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就这些电子设备呢，我们真的需要不断的学习，但是有时候你再怎么学习，你也跟不上形势。就比方说，最近我的 Apple 手表和 iPhone 呢，经常会收到要你更新系统，但是我的手机的版本已经旧了一些，我的手表的版本呢也比较低。就你如果更新了，它就会变得很慢，某些功能呢你可能也用不上了。
就说心里话，我是觉得没有必要更新，但是不更新了又不行，因为很多 APP 的功能呢，它就是对应那种比较新的机型，或者说对应比较高版本的这个 OS。你如果不更新的话呢，很多功能你肯定就用不上了，所以这也是比较麻烦的事。所以呢，现在的科技其实这是一门生意，已经远远没有像80、90年代就互联网刚开始，各种科技都在进行革新之中，它就需要大家来一起进行更多的体验，来帮助它呢进行测试，然后它通过不断的更新迭代，最后呢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软件。但现在已经过了这么一个时候了，现在呢已经反而被这种大厂的设备还有就是被这些几家互联网的巨头给垄断，然后呢被它裹挟，就变得是你只能跟随它的脚步就比较少选择，因为大家真的都是非常目标明确，都是为了挣钱，而且要挣快钱。主要体现的就是它的股价必须有爆发性的增长。所以呢，这就是科技进步跟人类之间其实也慢慢产生一种矛盾，就这种利益的纠结可能会伴随着这种科技的发展不断的深入，所以呢就变成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得起这些高科技产品，因为华为最近出了一个可以折叠的手机应该没卖吧，我也不知道什么型号，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要卖13000多块钱，哇，简直太疯狂了。那么以3到5年来更新这么一台的话，那对于一个月的收入5000或者5000不够的社会的普通人群来讲，那要何去何从呢？觉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但是相信如果说这些大厂他们定的价就偏离了普罗大众，只是慢慢的紧盯一小撮的人的话，估计也是他们完蛋之时吧。好了，我们杞人忧天就是随便试着拍一段，今天就拍到这边，谢谢观赏，再见，拜拜。